你知道澳洲有一种跟无尾熊长很像，但是性格截然不同的生物吗？它会从树上跳下来攻击毫无防备的路人。澳洲的博物馆还说，你最好头发上面插叉子，在耳朵后面涂点澳洲的食物酱，比较能够安全躲开掉落熊的攻击。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方法吧？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掉落熊吧。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澳洲，我们都会想到无尾熊，它是一种个性温和又懒洋洋的草食性动物。但你知道吗？澳洲有一种跟无尾熊长得很像，但个性却截然不同的生物，叫做掉落熊。掉落熊的个性残暴，不只是肉食性动物，它还会伸出锐利的爪子，从树上跳下来攻击人类。那除了澳洲政府曾经在这个掉落熊繁殖季时发出警告，当地的自然权威杂志《澳洲地理》还刊登过研究说，掉落熊比较喜欢攻击外国人，所以澳洲人呢总是会好心的提醒游客随时注意头顶，要小心安全。但其实所谓的掉落熊只是一场骗局。2020年，因为澳洲森林大火，有个英国记者到袋鼠岛采访。澳洲人告诉他，当地常见的动物伤害的第3名呢，就是来自于掉落熊，所以帮他全副武装，甚至戴上护目镜才允许他抱掉落熊。没有想到，记者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接过来的，只是一只普通的无尾熊。这段影片呢，不止让记者糗到出名还让掉落熊的知名度攀升。2020年的1月，在 Google 搜寻趋势上面超越了同样是传说生物的尼斯湖水怪以及美国鹿角兔。那到底掉落熊诈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澳洲人会对掉落熊诈骗乐此不疲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品牌端的行销伙伴，正在为年提烦恼吗？欢迎找简讯设计做社群经营提案。很多人不知道，简讯设计是个集团，除了经营自己器械的公司，也有社群行销公司。我们擅长掌握不同的平台与受众洞察，曾经创造 FB 的懒人包热潮，也培养出100万 YouTube 频道，可以为品牌量身定做社群策略，打造有专属风格的社群内容。不管你是想经营品牌形象，增加好感度，创造破圈内容，提高互动率，还是想要吸引含金量高的粉丝，累积潜在客户，我们都会根据数据成效持续的优化内容，稳定的达到社群经营的目标。那欢迎有社群经营需求的品牌或是单位，透过资讯栏的连结联系简讯设计去提案哦。根据澳洲博物馆的资料呢，掉落熊的学名长这样 Thylarctos plumitus。掉落熊的体型和豹或是大型狗差不多大，然后呢皮毛有点点粗糙，但有一些比较暗的斑驳色块。简单来说，就是比较大只的无尾熊啦。但它不像无尾熊那样懒洋洋的，掉落熊有强大的前臂，可以灵活的攀爬，还有尖尖的爪子，让它能够抓住猎物。掉落熊主要在这个茂密的森林里面过活，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人在大马路或者是人类的居住地附近遇过它。掉落熊是肉食性动物它平常会在树上埋伏寻找猎物，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等待长达4个小时。不过一旦猎物出现，它就会迅速的从8公尺高的地方往下扑，攻击毫无防备的受害者。这个撞击非常的关键它会让猎物晕头转向，然后掉落熊就会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饱餐一顿。而另外，掉落熊还有一个特性，比起当地人，他们更喜欢攻击外国人。2021年的4月1日，澳洲地理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助理教授发现，比起澳洲本地人，掉落熊似乎更常瞄准外国游客，原因可能有2个。首先呢，这可能跟澳洲人爱吃的维吉麦有关。维吉麦是一款澳洲常见的食物酱，颜色呈现深棕色，味道非常的咸还带有微微的苦味。澳洲人通常会搭配奶油涂在三明治或是烤面包上面享用。研究认为呢，维吉麦的成分会跟人体的汗液交互作用，然后就会产生出一种能够驱赶掉落熊味道。这个助理教授还说，大部分的澳洲人每天都会至少吃1次维吉麦，所以他们的皮肤就自然而然的释放这些化学物质，保护澳洲人。另外一个原因呢，则是他们认为掉落熊可能会区分澳洲口音。那根据这些成果，研究也提供了一些预防掉落熊的方法。研究建议外国人要在耳朵后面腋下涂抹维吉麦，或是在树林走动时尽量的模仿澳洲口音讲话，最好呢还要讲一些澳洲的俚语等等。而另外，我们在其他的澳洲网站上面也找到了一些物理性的方法可以尝试。
比方说，有网站建议在帽子的边缘绑上软木塞，不只可以赶苍蝇还能够预防掉落熊。澳洲博物馆也提到，可以把叉子插在头发上面，提升掉落熊的攻击难度。甚至是澳洲演员克里斯·汉斯沃呢，他在 CNN Travel 的这个节目上面建议大家可以带一把伞防身。不是，这些预防方法听起来怎么都有点怪怪的。对，因为以上这些呢，全部都是鬼扯的。澳洲地理的研究呢，其实是在愚人节当天发布的，而澳洲博物馆、澳洲政府以及无数个澳洲网站，他们也共同参与了这起已经历史悠久的掉落熊恶作剧。掉落熊恶作剧最早的起源已经不可考，但根据澳洲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呢，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在1982年的7月31日的坎培拉时报上面。当时有篇暖文来自一位名叫做 Clint 的人，他写着 Tam 要小心未来的掉落熊。尽管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 Clint 跟 Tam 到底是谁，但有些人推测呢 Tam 可能是军队恶作剧的受害者。为什么掉落熊会跟军队有关呢？澳洲的国防部发言人解释说，掉落熊的故事可能来自于2战期间的军事训练。根据1943年的报纸文章上面写到，在初级领导者的训练计划当中，他们鼓励受训人员随时观察树上，及时发现狙击手。那训练方法除了有人会从高空投掷小型炸弹，也会鼓励他们如果抬头找到无尾熊就能够获得奖金。有着无尾熊外表但随时可能会攻击人类的掉落熊，可能就在这样子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然后呢，直到了1970到80年代，才从军队的内部开始往外扩散。掉落熊能够从澳洲变成流行文化，有2个重要的人物。首先是澳洲男演员保罗·霍根。1973到1984年间，他主持了一档名字叫做《保罗·霍根秀》的节目，因为他幽默风趣的表演风格很受到澳洲人的欢迎。有一次，他在节目上面恶搞印第安纳琼斯电影的首部曲《法柜骑兵》，里面有段情节呢，是他被树上掉下来的无尾熊攻击，就让杀手无尾熊这个军队笑话开始被更多的澳洲人认识。而另外一个将掉落熊发扬光大的重要推手是伊恩·科特，他是神话澳大利亚网站的创办人。虽然保罗在节目上面当中呢，并没有说杀手无尾熊就是掉落熊，但伊恩把2者结合和他的同事在网站上面发表预防掉落熊的教学文章。他们教导人们如何防止掉落熊的袭击，不止煞有其事做了警告图示、海报，甚至还出了绘本做掉落熊学习单，鼓励学校老师下载，让澳洲从小就开始掉落熊教育。不过掉落熊并不是伊恩自己独创用来吓唬小孩的鬼故事，早在他服兵役的时候呢，掉落熊就已经是针对外国人的恶作剧。1980年代，伊恩在军队服役时，有很多的英国还有美国的士兵会来澳洲丛林演习。这些初来乍到的外国士兵们都会紧张的询问该如何避免被毒蛇或者蜘蛛咬到。这时，澳洲士兵回答说：“忘掉蛇跟蜘蛛吧，你必须提防的是熊。”然后他们就会给这些士兵一罐维吉麦。这外国士兵呢，必须要花几天的时间才发现他们脸上涂的东西跟早餐的食物酱是一样的，然后还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那虽然这个恶作剧是蛮好笑的，但为什么澳洲人会这么热衷在掉落熊骗局上，就连政府还有权威机构都要掺一脚呢？很多国家都有传闻当中存在的生物，像是龙雪人泥塑水怪等等。不过大部分的国家人民呢，都会对这些生物是否存在争论不休。但根据伊恩的说法，在澳洲掉落熊却毫无争议，不管是原住民或者是欧洲人，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他们都知道掉落熊是骗人的，但是却同心协力想办法让它听起来像是真的。伊恩说，澳洲人非常热衷在游客要进入丛林时警告他们要小心掉落熊，然后再仔细的绘声绘影的讲述掉落熊的可怕事迹。这个时候呢，游客们就会害怕的抬头看着树木，这种你很紧张我却老神在在的场面非常的吸引澳洲人。有人认为呢，这或许可以连接到澳洲人能够和危险生物共处的自豪感有关。掉落熊乐团的成员告诉 CNN 记者，根据他的观察，很多澳洲人都非常的骄傲，他们国家有很多致命的动物，像是各种鲨鱼毒蛇，以及2种世界上面最毒的蜘蛛。所以他认为呢，澳洲人可能是想要用掉落熊这样子的危险生物，让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认为澳洲人除了想要用危险生物让外国旅客印象深刻之外呢，掉落熊恶作剧似乎也带了一点点对于刻板印象的反抗。可以想象澳洲因为丰富多元的生态环境，很多的澳洲人应该常常会被问某某生物是不是超可怕，某某生物是不是被咬到就会死掉等等。这些对于危险生物不够了解的发言呢，可能会让他们选择说一个超可怕的生物吓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旅客。而台湾其实也有类似的幽默感比方说呢，台南常常会被很多其他县市的人批评食物太甜，台南人就会开玩笑的跟观光客说，你不知道吗，在台南呢，只要拿着筷子在空气绕一圈就能够做出棉花糖来。
而被说是住在庆忌之都的台中人呢，就会故意吓唬别人说，我们台中吗？都嘛人手一把枪，就连这个原住民呢，也会顺应这个平地人的刻板印象，嘲讽说自己都是骑山猪上学。我们认为这类型的恶作剧玩笑呢，除了可以透过幽默对抗刻板印象之外，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顺利的开启话题。就像掉落熊，它也就让很多的外国旅客除了游览澳洲壮阔的风景，体验丰富的生态之外，还对澳洲的文化多了一些些的认识。那最后也想来问大家，掉落熊的哪个设定让你最印象深刻呢？掉落熊长得很像无尾熊可以迅速的建立形象，比预防掉落熊呢要突围击脉，伤害力不高，侮辱性极强。所以掉落熊呢会从树上跳下来攻击人即使知道是假的，去森林还是会怕怕的。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掉落熊。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尼斯湖水怪以及鸟不是真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